哦，这里出什么事情了？你看，这边好像炸出来了。来，老千，走了，往里头走了。看到这个场面，让你想到什么？是地震发生，还是末日来临，亦或是真枪实弹的战争画面？然而，这却是温岭613槽罐车爆炸案的真实影像。事发前，这辆满载26吨液化石油气的槽罐车行驶在高速匝道转弯处，突然发生侧翻，紧接着车内气体泄漏，随即发生第一次爆炸。喷涌而出的气体将罐体炸出300多米，最终砸在一处房屋上。槽罐车的车头也飞出几十米，掉落在一处荒地上。车上的驾驶员和押运员更是不幸当场身亡。巨大的声响吸引了大量的村民出门观看，却不料一场更大的爆炸正在酝酿。仅1分钟后，泄漏的气体达到了临界值，积聚的油气混合物引发了第二次猛烈爆炸，冲天的火光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爆炸核心区的一处村庄也被夷为平地。第二声炸得好响，耳朵都明了，眼睛都看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全部是一团黑烟。那么问题来了，这场不幸的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常行驶的罐车为何会突然爆炸呢？爆炸发生后，幸存的村民迅速报警，得知情况严重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民警、消防和医疗人员赶赴现场，但爆炸涉及的区域以及破坏远远超出了预期。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调派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100辆消防车和547名消防指战员参与救援。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整个梁山村已沦为废墟。由于大型机械无法进入狭窄区域，消防员只能徒手挖掘救援。经过40个小时的不间断救援，直到6月15日凌晨2点，最后一名失踪者被找到，被确认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这起事故共造成20人遇难，172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000余万元。事后，有关部门立即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前，槽罐车装载了25.36吨液化石油气返回温州。当天下午，由熊某驾驶车辆从宁波出发，途中换由谢某驾驶，在接近温岭西高速出口时，匝道入口处设有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随后限速降低至30公里每小时，但驾驶员谢某并未按规定减速，这直接导致车辆以过高的速度进入弯道，发生侧翻，罐体一路摩擦护栏滑行，最终与混凝土护栏发生碰撞，导致破裂泄漏，形成白色雾状气体，快速向四周扩散。几十秒后，第一次爆炸将罐车的车头和车身炸飞。仅1分46秒后，第二次爆炸来得更加猛烈，累积的易燃气体发生猛烈燃烧，最终才导致了这场严重的事故。调查结果最终认定，槽罐车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没有按照匝道限速要求行驶，并最终导致了事故。认定谢某是第一责任人，但2名司机均已在事故中不幸身亡，已经无法追究责任。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驾车上路万万不可盲目自信，道路上的每一处危险提示和驾驶要求都是血和泪的教训。他追你的尾。对啊，他从后面撞上来，不就是他追尾了吗？我当时是正常行驶，他肯定疲劳驾驶没注意，所以撞到了我。你说这样不负责的货车司机是不是要吊销驾照？女子驾车错过匝道口，竟然看都不看，强行变道，后方货车避让不及，发生猛烈碰撞，碰撞瞬间车辆碎片四处飞溅， SUV 的车门都被货车撞飞出去。离谱的是，事后面对交警，女司机竟然一口咬定事故发生前自己是在行车道正常行驶的，否认自己有变道行为。这起事故的原因就是货车司机违章从右侧超车的过程中发生了碰撞，这你受得了吗？而一旁的货车司机听完女司机的话，更是气得差点当场去世。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嚣张的女司机颠倒黑白，推卸责任，最终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高速交警接警后火速赶到了现场，此时满地的碎片在路上蔓延几十米，2台事故车辆一前一后停靠在应急车道上。女司机陈某驾驶的 SUV 副驾驶的车门已经不见了，车头的右侧损伤严重，所幸当时车上只有陈某一人乘坐，而货车仅仅是轻微受损。还不等民警询问，陈某与周某因为责任问题已经爆发了激烈争吵。货车司机周某气愤地告知民警，自己一直在行车道正常行驶，由于没有运载货物，所以车速比较快，但行驶到匝道口位置时，一直在左侧行驶的灰色 SUV 却突然开始减速，随后连转向灯都不打，直接强行向右侧变道。当时自己已经紧急刹车按喇叭避让了，但女司机却不为所动，还是义无反顾的强行变道，最终自己的车身和 SUV 的侧面发生碰撞。而此时女司机陈某站在一旁却一脸的不屑，她告知民警，货车司机的话都是胡说八道，应该抓去关起来。
随后气愤地告知民警，事发前自己驾驶汽车是正常行驶，可能就是速度开得有些慢，后面的货车分心驾驶，快追尾的时候紧急避让，才导致撞击上自己的侧面。随后更是强硬地要求周某赔偿车辆全部损失。由于此时双方各执一词，民警未轻信任何一方，先对现场刹车痕迹进行勘查，发现红色货车留有长距离制动液，初步判断周某曾尽力避让。为了还原事故真相，民警将双方带回警队调查，随即联系了指挥中心对事故地点的监控进行调取。画面显示，陈某在匝道口前突然减速右转，强行切入行车道，且变道前未观察后方，也没有开启转向灯。而通过周某的行车记录仪可以发现，在女司机变道前，周某就已经预判并开始进行了避让动作，但由于车速过快，还是发生了碰撞。从监控和行车记录仪可以发现，女司机陈某违规变道的行为才是整起事故的全部原因，而货车一路都是保持直线行驶，并且经过鉴定也没有超速行为。在铁证面前，陈某仍试图狡辩，称自己已经完成了变道，因此应当认定为车道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而货车在后面发生撞击事故就应该承担责任。民警随即严厉批评了陈某的荒谬逻辑，并指证陈某合规变道的要求是在允许变道的路段且不影响他人行驶安全的前提下，显然陈某是没有做到的。最终经过民警的教育，陈某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时因为路线不熟，发现错过匝道口时已经来不及了，慌乱中才不顾安全强行变道。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追尾都是后车责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才和货车司机发生争吵。调查结束后，高速交警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陈某在高速公路违规变道，影响其他车辆安全通行，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货车司机周某无需承担责任，并对陈某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高速行车并非儿戏，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事故，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掉头，切勿冒险变道或停车。安全行驶来自于大家对规则的敬畏，唯有所有人都恪守交规，方能平安出行。那个大货车撞了我，我是正常行驶的，他还不承认，在这里和我吵半天，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罚。暴躁女司机错过高速匝道口，直接一脚急刹车向右强行变道，而她的一旁就是正常行驶的半挂车。撞击瞬间，半挂车借着惯性一路顶着女司机往前冲出100多米，最终撞在了高速护栏上。离谱的是，事后面对民警，女司机将颠倒黑白发挥到了极致，嚣张怒吼自己没有变道，而是半挂车司机疲劳驾驶追尾导致事故的，这你受得了吗？半挂司机听到女司机的一席话，气得差点当场去世，面对交警的询问，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此时万般后悔，当初就不应该踩刹车。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嚣张不懂感恩的女司机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这起事故中半挂车司机会承担责任吗？事故发生后，高速交警火速赶到了现场，所幸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此时女司机龙某看到交警到达现场，如同看到救星一般，情绪激动地声称自己事发前在行车道正常行驶，被后方的半挂车追尾，指责半挂司机赵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事后还厚着脸皮和自己为责任争得面红耳赤，要求民警严惩货车司机。而面对女司机的说辞，赵某好像早有预料一般，他告知民警，事发前自己运载了一整车的货物，因此一路都非常小心，始终行驶在行车道。而女司机龙某原本是在超车道快速行驶的，却突然在匝道口连转向灯都不打，直接实线变道，自己已采取最大努力避让，但还是发生了事故，并保证自己所说句句属实。然而面对双方的各执一词，民警只能对现场展开勘查。此时龙某驾驶的白色 SUV 车辆的头部和侧面已经在撞击中面目全非，尾部也受损严重，而半挂车的侧面也留下了醒目的撞击痕迹，并且从地面的刹车痕迹看，最少在100多米前就发生了碰撞。由于两车都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民警只能将两人带回警队进一步调查。在调取事故现场的监控后，这才终于还原了事故真相。画面中，龙某驾驶 SUV 和赵某驾驶的半挂车同时进入画面，但龙某很快就强行变道，冲到了半挂车的前方，而重载的半挂车一时也没能停下来，一路将龙某的 SUV 顶出100多米远。这也就是现场刹车印记的由来。在铁证面前，龙某最终承认因为路线不熟，错过匝道口，最终才决定冒险强行变道，却没想到最终发生了事故。事后感觉货车司机没有让行自己，
所以认为这起事故的责任都是货车司机的原因。交警随后严厉批评了龙某的错误认知，最终高速交警对这起事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龙某驾驶机动车在禁止变道的位置强行变道，并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因此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针对龙某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高速匝道口是事故高发区，所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再次提醒大家，高速上若错过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掉头。任何实线变道、急刹、停车或倒车行为都极易引发严重事故。